我们以前想很多东西都是线性的，包括我们的人生发展也是线性的。你的职场路线，你行差踏错一步，你简历就不漂亮了，所以你不敢轻易把你的杯子腾空的。不上班的上限是你财富自由，不上班的下限非常的低。其实你的欲望真的需要那么多的支出吗？电商 plus 社交媒体的这种去中心化的这种搞钱的方式，已经超出了我拿一份工资。你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话，你确实就是比那些有平台的人是劣势的。要么就是你要很辛苦才能到那个高度，要么就是你只能做一些相对没有那么 fancy 的项目。中国文化里面会去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什么是器？器就是工具，就是一个很具体的职能。孔子说什么？孔子说君子不器。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转入支线的第一期节目，我是 Mason， 我是卡西。那我们先和大家聊一下我们为什么开始录这个播客。主要原因是我最近的人生发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变化，就是我突然不上班了，因为我拿了一个大礼包。拿完礼包之后，我就决定我也不再去找新的工作或者接受新的 offer 了，我打算暂停下来，就如同这个播客的名字一样，我去尝试转入一些支线。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当然也有多了很多的时间来做一些思考。正如我们上次见面聊天的时候，有很多的讨论跟碰撞，我们就觉得说还蛮值得把它记录下来，也蛮值得跟大家一起分享跟讨论的。我是刚做了这个不上班的决定，但是我知道你已经是多年来都是在做自由职业者，做撰稿人，做博主。你是其实比我早非常多年就已经下定决心说不上班了。那我觉得我应该有很多的想要向你请教的，尤其是比如说你是为什么一开始决定你要做自由职业者？因为我们两个算是初代的职场同事嘛，对，你也是上过班，也进过商业的公司，包括各大的媒体，这种班你都是上过的，但是你还是毅然决然的，就是在一个很早期的时候就决定要转入支线。那么你当时是怎么样的考虑呢？我想我们要不要先分别讲一下我们的职业路径，就很快速的，然后我们再开始说各自为什么先后决定了要不上班。那你先说。我可以先来吧。我从读大学开始，我就是学商科的，一直到硕士也是学品牌跟市场营销。那么我的工作一路以来都是在这个路径下，就是我有我的专业，我的工作全部是围绕这个专业，我只是在不同的比如说创意的领域，或者是数字营销的领域，或者是区域营销的领域，在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行业去做同样的这个专业领域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就是一个理想状态的，你是专业对口，你在一直有一条职业发展的路径在走。那么来到了今年，那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也好，受到这个行业的影响也好，我这条路突然戛然而止了。那么也给到我一个机会去想一下，我是不是还要在这条主线上面继续走下去？你需要跟大家具体的说一下你最后这个不上班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吗？我之前就是上一份刚结束的这个工作，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美国的一个非盈利机构。大家都知道Trump上台之后就各种搞事情，所以其实基本我们是属于一个战略性撤退，跟大家在新闻上看到的各大公司慢慢就是撤出中国是同一个道理。我这家公司已经决定不太要在中国进行运营了，所以呢我也很开心的拿到了一个大礼包。那拿到礼包之后，我看到小红书或者网上很多人拿到礼包，就是我要去旅游啦，我要去旅居啦，我要去做一些我原来一直想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那我自己分享一下，我在拿到礼包之前，我也很 crazy 的说我要去南极，如果我拿到礼包我要去南极或者什么。但是真正等到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反而很冷静了，我是变成一个平常心了，而不是那种发泄式的说我要去干嘛我去干嘛。我开始重新去审视我整一条的职业路线，我的这条主线生涯还有哪些可能性。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反而更冷静的觉得说我应该要转入支线了。 OK，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我对卡西的认知，就因为首先他上学的时候他就是学霸型的人才，对不对？我可以这么说吧，他本科也很好，然后他的研究生也非常的好，他是在瑞典学习的。我跟他认识是在当时我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一家媒体集团，他也在那个里面。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工作能力无比之强。其实点在于
我记得我有一次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然后这个圈子里面大家就互相介绍，比如这个是某某某主理人，这个是某某什么艺术家。介绍我的时候，我朋友还是非常自然而然，他说啊，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上班人。对，就是大家一直以来给我打的一个标签，就是在职场里面混是一个让我很游刃有余的事情。对，他真的就是很厉害上班人，一方面是体现在他工作上能力非常的强，另一方面你是很有职业规划的那种人。在你这次决定不上班之前，其实你是把你的职场履历弄得很好的那种人。对，因为我还蛮在乎我的整个的 LinkedIn profile， 对就看上去得是，我就是觉得它得是好看的。所以当他现在决定不上班，我觉得是很有说服力的。他不是那种说没有班上，而是他真的是主动决定我就先不上。我的话，我是本科毕业，我学的就是新闻学嘛。我毕业以后，当时在广州就进入到一家媒体公司。我们那个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对吧？就是生活方式类，对，有时事、有财经、有时尚、有生活方式。那我就刚好被划分到去做偏时尚的那一块。我在做了2年的编辑之后，我就主动辞职做自由职业者了。对，当时大概做了1年半，觉得好像还是不太对劲。那你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一些反复的。对，我反复横跳了很多次。当时觉得年纪轻轻我就这么混下去了，好像不太对，我就很有焦虑，跑去香港又念了一个传播学的硕士。念完了以后回到上海呢，我是先入职了一个时尚集团。我就是那种履历很不漂亮的人，因为我在那里待了3个月我就走了。你是那种 HR 会说你的简历已经花掉了。对。好惨！我当时是因为我们那个团队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带我进去的人以及我比较钦佩的人全都走了。那我就待了3个月，我就走了。走了之后，我就又开始做 freelancer。那个时期，包括你当时还在那个媒体公司的上海的部门嘛？对，你也有约我写一些稿子。对，我在那个时间又做了1年半左右的 freelancer， 我又慌了，我觉得不行，我还是要找个班上。我又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在那家广告公司差不多干了也有个2年，最后才大概在12、13年的时候吧，彻底进入了一个决定我这辈子不上班了，我就当个 freelancer 的状态了。所以我是一个反复横跳的过程。你的反复横跳，我延展一下，其实是不是因为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对于现在来说算是比较早年，那个时候的社会环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当别人知道你是自由职业者或者是你是博主的时候，别人第一反应其实有可能是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是不稳定或者是没有特别多的前途。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你自己很觉得本来我做的还好，但是周围的人说一说，你又有一点不是那么自信，是这样子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因为其实在我一直受到的教育就是你好好学习，考好大学，经过一个非常困难的那种面试，1、2、3、4、5、6、7轮的面试，去一个很好的公司，就升职加薪，做中层，做高管，人生赢家这样子的一个叙事吧。反正至少我小时候就是受的这套，就算有点精英主义的这种类型的教育。对，那么当我开始做 freelancer 之后，我面临的情况就是会有一种你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公司的工作，你才会去做 freelancer 这样的想法。那家人肯定是不太接受你的，我妈是对我这个决定很怀疑的。那与此同时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个机场，我当时去出差，就遇到某航空公司来招揽你办会员。他说那你是什么工作呀？我说我是一个撰稿人。他说什么工作呀？我说撰稿人。他说撰稿人是无业吗？我们打断一下，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哪一年的事情。我刚大概可能14、15年，那就是10年前的事情。已经10年前。对10年前其实真正是主动选择去做一个自由职业者的人，还是属于稍微小众一点。对，所以就被定义为无业。对，我就被那个小姐姐问到内心崩溃。包括我们搬到上海来要租房子，我就要靠我老公他在什么银行来去向房东展示我们是一个稳定的。你变成是一个系统外的。对，那我其实可能在我们当时房东的眼中，我就是一个不上班的靠老公养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其实所有人给到你的反馈都是这样子的。但是这2年开始，你就发现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也好，自由职业者、主理人、博主大家都出来了。大家会发现你也不是说只有在大厂里生活才是人上人，人上人这么说也好像不太好。
大家的对于这种多元化的接受度是显著的提高了，对，就不再会说一个博主他就是无业，对，他会认为博主就是一个正儿八经在做事情的人，对，是一个职业了。当然这是大环境的一个原因，我肯定还有一些我内在想通了的事情。其实大环境我也想补一下，我记得可能10年前吧，如果你是被裁员，其实大家会是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就是哎呀怎么会这样，哎你明明这么优秀怎么会这样子，一定是有什么东西错了，你才会遇到这样的状态。但是我发现现在至少这1-2年，如果谁说哎我辞职了，或者谁说我拿礼包了，朋友们的第一反应是哎恭喜你，一定是这样子，这个是一个大逆转。对，但是我也遇到跟你一样，你被人家贴了一个标签说是无业。我现在发现这个语言和文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我现在的标签是失业，就是失业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准的说法，就好像失恋就是一个负面，就好像你失去了一个东西，然后你是一个受损失的人，你是一个被剥夺的人，就是失业嘛，那你就要求职，你就要再就业。但是其实不是，我现在的状态是一个定的，就是我不上班，但是我可能有其他的事情做，我可能有其他的人生计划，但我找不到这个词来形容这个状态。就跟你当年明明你有你清楚要做的事情，但是你被贴的标签是无业，这个也是非常的不准确的。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是你刚好现在是在事情发生的这个点，你没有办法定义这个事件，对，但是长远来看，你未来的状态其实也还是蛮好定义的，就是不上班但做事儿。对，但是它变成一个 description， 你没有一个词给它。我们现在的语言文字社会文化还没有办法给它一个词。如果是英文 unemployment， 就是我不再被雇佣的状态，但是中文没有这个词来形容你不再被雇佣的状态。包括我前段时间去银行开卡什么的，也是要填很多的，像你之前那个航空公司待业算吗？也不对，待业就是你还是要去再找这个业，可能再过个5年10年，社会可能也会有另外一个词来去形容我们现在状态，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现在还没到那个点，就是从文字上来看，大家对于主动选择不上班这件事情的认知度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对，因为你的比较 tricky， 你不是主动辞职，你是刚好又发生了这么一个情况。对，那不理解的人他就会觉得你就是被炒了。我觉得是因为在以前的10年前，我们都还在认真的上班的时候，大家觉得失业或者是被裁员的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其实变成一个随机事件。对对对，经济周期的变化，就像大厂有这么多人所谓的被优化啥的，对吧？对，如果能拿到礼包，其实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不知道多少人的第一桶金其实是来自于礼包。太多了，我就没有这个第一桶金，我多想要这第一桶金。对，然后我发现这个事情可能在中国还更典型，就是我在中国的朋友们，他们对于多元化的职业选择、多元化的人生选择，包容度非常的高。但是反而是我一些在欧洲或者美国的前同事或者朋友们，他们的思路可能更多的让我感觉还是在原来那个保洁模式，就是保洁公司P&G 这种模式，懂，就是我懂的都懂啊，这种保洁模式就还在里面。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东亚或者是中国，我们反而这个多元化职业的土壤其实更旺盛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资本主义的土壤没有那么强，所以我们没有被强行的纳入到一个资本主义公司体系里面，我们更容易脱身？我觉得不是嘞。当然这里要先叠个假，比如你说你觉得你中国的朋友比较接受这件事，点在于你的朋友其实可能也都是1线城市的人，其实2、3线城市没有那么接受这件事。然后我觉得你刚说那个问题，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这代人前面被压抑的太惨了，而且卷得太严重了？可能国外的人虽然他们也是这样一套保洁模式，但是他们不用卷得那么辛苦，千军万马去争管排岗什么岗，这样一轮轮上来。但我们真的是太苦了，突然现在有一个反差，你就突然意识到我得找另一条路，就大家都在找一条支线。对，我觉得中国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我们的电商的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电商 plus 社交媒体的这个模式，对，给到大家更多搞钱的机会，你完全可以自己搞钱。对，这种去中心化的这种搞钱的方式，已经超出了我拿一份工资，可能在其他的一些译文发达国家没有到这么显著的一个情况。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还是非常的感兴趣，在10年前这么早的时候，到底是哪一些的核心的驱动让你
那么勇敢的做了决定，说不要上这个班了，不要在大公司里面再去卷生卷死了。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做编辑这份工作让我见到了现实生活中的 freelancer。因为我们以前上大学找工作的过程中，鬼知道什么是自由职业者，那么家长就更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会有人可以不上班但是赚钱，同时他做的好像还是一定有专业度的事情，真没有这个概念的。但是你做编辑，我们平时去做一个项目，你化妆师、造型师、撰稿人全都是 freelancer， 摄影师有些也是，有一些自己开公司了。你就发现当你见到这些人了，你就可以想象这种生活了，就觉得那我也可以干这个事儿，因为我也会这些技能，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点。我当时第二个点很实际的，就是你做编辑赚钱很少。大家都知道，在时尚类的媒体里，编辑的钱是很少的，对，直到今天也是，直到今天当然是，就鬼知道是什么问题。为爱发电。对，我入职是2012年，我的底薪是4000块钱。OK， 我们虽然是号称说有一些广告提成什么的，对吧？前东家会不会介意你突然公布这件事情？前东家也没说前东家。然后，对，我是当时过得很苦，就是每天是一个经济原因。对，但是当你去统筹这些 freelancer 一起来完成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我感觉到13年接近14年的时候，好的造型师一场就1万块了。是的，对，是的。然后摄影师更不用说了，对吧？拍一单5万10万了，而且可以当场收钱。对，造型师对，不像我们那个所谓的 bonus， 不知道熬半年都不一定发到你账上，你肯定心里不平衡。那我可能没办法跟他们比，那我就跟撰稿人比了。那撰稿人其实你只要把这篇文章给它写掉，你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你编辑真的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那我就觉得从钱的方面来说，我也想去做个 freelancer。是的，对。还有第三个原因的话，去那里工作以后，我就发现编辑跟记者完全是两个工种。其实编辑是把别人做好的东西，你做一个整合和修改，但你不是直接创造一个东西的人。但我是想做创造者，我不是想做修改别人东西的人。那如果我要做一个创造者，你不管是艺术家、作家，哪有上班的，对不对？你只能做 freelancer。所以这几个东西就导致了我决定，我就不上班了。但这个决定在中间其实来来回回横跳过。对，除了这个横跳的原因，除了说周围的不理解，或者是让你稍微动摇了一下你的信心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吗？有一个肯定是所有自由职业者都会经历的。我在上一份工作，我会拿到一些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支撑我做一个自由职业者一段时间，但是这些资源一般你用到可能1年半2年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淡了，那你就会对自己的收入有点不是很有安全感，所以你天然就会觉得算了，还是找个班上吧，每个月有一笔固定的钱多开心，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最后一份工是在一个广告公司嘛，然后当时进去就是所谓的一个主管级别，做到后面就是升总监级别。当然我们那个公司很小，总监也不是说没关系，现在总监都不是 OK， 但是总归你就是要带团队的。是，然后我不会带团队，对，就是你升职了以后，你发现其实当领导他要的不是你的专业技能，是你的 people skill。我没有 people skill， 你是一个专家型的人，你不是一个管理者型的人。对，我就是那种最笨的领导。如果一件事我有时间拆成 ABCD 4个项，可自己做了，对，然后再告诉清楚你1、2、3、4怎么做，我自己做完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当领导。那你在职场里，当然有一些公司它是有专家型岗位，但大部分来说，职场往上走的路线，你就是要去当管理层。那我既然当不了管理层，那我干嘛在职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形态的发展，它还没有特别的成熟。就是完全成熟的话，它给专家型的人是一条路径，给就是 management 型的人是一条路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公司规模，大部分的公司规模也达不到说真的帮你细分。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但凡你要往上走，你就得又是专家，又能够做好管理，然后就变成很多人，比如说他原来是很专业的人，他是一个专家型的人，但他为了能够继续这条职场路，他就要逼自己去转型做管理。所以 MBA 曾经有很大的一个市场，但现在也并没有了。是吗？这个方面你很有发言权。就是其实是有相关性的，就是不过你刚才讲了一个点让我想到，就是你说那个资源，我觉得很多人选择职场的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平台的托举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现在没有那么重要。这个是我的观察，有可能不一定对。就是在10年前，甚至是15年前、20年前，就是我们刚入职场的时候，平台是可以给到
人很多的托举的和去成长的空间的，它是有资源去培养这个 talents 的。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早年的就是黄金时代的外企，它是非常愿意 sponsor 你去读书的，它是会给你非常多的培训计划，而且 HR 在招人的时候，他不要求你垂直。因为我可以跨专业招回来，因为我可以培养，因为我相信公司跟人是可以共同成长的。他不觉得成长了以后这个人就跑了？10年前、20年前是没有这个顾虑的。那么现在平台也希望就是你来了就是 ready to use，你这个人来了我马上就能用，我不需要培养你，我不需要跟你一起成长，我要的就是马上来马上就能干的人。所以平台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变了。那既然比如说像你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既然如果平台不能再给到我更多的东西了，我为什么还不出来自己自由的干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角度，但是我不得不说的是，你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话，你确实就是比那些有平台的人是劣势的。比如说像我们做时尚的，如果你是在一个大刊的时尚编辑，那你就是唾手可得，可能4大时装周你每年你就去跑了，你就去采访了。但你要在自媒体上起号起到一个能去时装周的这种程度的号，你要付出太多太多了，这是做自由职业者的一个残酷现状。要么就是你要很辛苦才能到那个高度，要么就是你只能做一些相对没有那么 fancy 的项目。但是因为我的状态是我决定不上班，但是我是很明确知道我要工作的。但是我好奇的是，你现在决定你不上班了，你还要工作吗？我非常清楚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不想再进入到这个系统里面去了。那我不进入到这个系统里面，我把我的时间花在哪，我肯定是要花在我自己身上。但花在自己身上不一定是以一个工作的形式。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优秀的人，他们生产出来了这么多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也是需要我这样的人来花时间欣赏的。要我的命这也是把时间花在我自己身上，那我也可以获得我的成长。我其实想说的是，因为我是有经济压力的人，我还有房贷，我每个月是必须赚钱的。但我知道你的状况是至少你是没有房贷的，所以你是有这个先决条件，说我可能有段时间我就发展我的爱好，而我不一定要有收入。我最近在想的就是人的经济压力到底是来自于哪里？其实不上班的上限是你财富自由，不上班的下限非常的低。其实你的欲望真的需要那么多的支出吗？像我没有房贷，我没有车贷，我也没有下一代好吧，那我的这个经济支出真的需要去到让我去有这么大的压力吗？我分享一下，我已经把我手机的那个电话的套餐从399调到了19.9其实消费主义很多时候就是来源于你的工作压力。你能赚很多钱的时候，你赚钱的同时又吃很多的苦，你就要花很多钱再来治愈自己。你吃了苦就说那我来对自己好一点吧，我今天吃顿好的，我今天买一个贵的，因为我过得太苦了，我要平衡这个东西。我现在没有，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我还在上班的时候，我天天想着等我以后怎么样，我要去南极。但当我回到了一个很平静的很自洽的状态的时候，我不需要跑到南极去治愈我自己，那我不是立刻省了15万吗？不错不错。你现在不上班到现在快1个月了吗？一个算是还快满还不到1个月。你的心态没有任何波动是吗？我觉得1个月还是足够我非常坚定的。对，而且我在跟所有人说这个决定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我不相信你是一个闲得下来的但事实上这1个月里面，我真的是非常的享受不上班的状态，且我并没有陷入到一个空虚里面去。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虚往而实归，就是你把自己空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有机会装满。当我把我的时间跟我的心情都空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原来上班的时候不能做的事情，我现在可以做了。那我是那种怎么说，我是很有事业心的人，我只是不上班，但是我是要很努力工作并且想成就一些事情的人。但是你现在是不是把这方面的东西已经彻底或者说暂时已经就抛掉了？我觉得我把我自己当作事业，就是我把我当作是一个经济实体，一个商业实体的话，我在投资我自己，对吗？我觉得当代人最大的时代红利是什么？我们上一代人的时代红利是可能改革开放、全球化、WTO， 但当代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红利是，你可以有足够的闲暇，
明白。这个闲暇带给你什么？就是 free mind，自由的灵魂，健康的身体。等到再过10年以后，可能这个时代红利就是谁最健康，谁的身体最好。我不知道，就是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投资在自己身上是这个意思。明白。但是挺难，那个脱口秀怎么说的？我们东亚小孩不能纯玩的，对，不能纯玩，所以我们在录播客。你现在就是在教大家一个要学会纯玩，或者说就是你有闲的时间之后，你怎么度过闲的时间？我觉得大家是没有受过这个培训的。我觉得不单单是闲，就是当你是满的，当这个杯子是满的状态的时候，你是不知道你还有别的可能性的。当我每一天要上班，早上也在开会，晚上也在开会的时候，没有朋友会约我。那么当所有人知道你现在空出来的时候，别人会来找到你说最近有个什么事儿，最近有个什么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打开新的可能性，你会看到新的包括新的商机，包括新的机会，甚至是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但如果你还是一个很满的状态，你是一个从早到晚在上班，别人跟你说什么你其实精力都已经不够去听的时候，你是没有这些机会的。外面除着上班之外的这个世界的大门是关闭的。对，腾空和重新填满这个里面，我想到的事情是我们以前想很多东西都是线性的，包括我们的人生发展也是线性的。你的职场路线，你行差踏错一步，简历就不漂亮了，对，然后你就没法往下走了，这都是纯线性的。所以你不敢轻易把你的杯子腾空的。腾空了以后，你不知道进来的东西它是另一个领域的话，你又要从头来，没有后悔药可以吃，你是不敢这样做的。对对，就是这个社会变得给你了很多的空间，你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支线，试一下这个支线，没有任何问题。就像我之前跟你聊过的，就是胡安烟这个作者，他写那本《我在北京送快递》这个书，就是这个人他总共尝试了20多份工作，包括送快递，包括当保安，包括自己开店、开网店、开线下店等等。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最后还是成为了一个作家。你看一下这个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刚才说的，当你把需求降到很低的时候，你不会活不下去。当你保证自己活得下去的时候，你是有空暇和时间来做一件真正对自己人生是有价值的事情，比如说对他来说是文学。这个我前2天听了一个播客，他们采访了一个好像是四川某个大学的哲学教授，人生经历也是非常的神奇。比如说上学又辍学，然后跑去一个四川的一个景区里面给人家拍照，后面他又开了一个英语学校，开了一段时间他觉得不行，他在给人拍照的时候，人家给他介绍了一个哲学家，他说这玩意儿我读不懂，但我就想把它读，所以他就不开英语学校，又跑去考研。反正就是来来回回很多趟不同切换领域。这个其实在我们可能80后和95前的这15年的人来说是不敢想象的。就是你大学专业，然后你跳到一个不是你专业的职业，然后你从职业的成长路径又不一样，再跳，可能性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对于我们以前的思维来说。对，但是这也是仅限于这几年吧。我发现我们有一个思维的盲区，就是我们总以为眼前的东西是一个恒定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以后也会这样。自古以来你需要工作，以后你也需要工作。其实不是的，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举一个很 typical 的例子，当今社会最看重是什么东西？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件事情。听上去像是真理，但是这个真理也就是近30年。对，为什么近30年？因为我们的社会可能需要一些工科的东西，所以它跑出来了，变成是真理。但是你再往早前看，中国文化里面会去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什么是器？器就是工具，就是一个很具体的职能，很具体的技能，就是器。道是什么东西？道是我们要追求的真理，就是宇宙之间这个不可明说的东西。道可道非常道。孔子说什么？孔子说君子不器。你要做君子，你是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工具的，你是不能去过度追求某一个细分的职能或者是功能的。你应该是就像李小龙说，就是 be water my friend 你应该是 water。 如果你是气，你这个杯子你是有形状的，你的容量是固定的。但是如果你是 water， 你是可以硬也可以软，你是没有任何固定的形状，但是你又是充满力量的，对吗？那我们应该是做这个杯子还是做这个水呢？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甚至儒家的传统的价值观都是在跟我们说，你应该去追求道，
而不是让自己变成气。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决定不上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在过去的职场生涯中已经把这个气的东西做到极致了。我现在已经充分的觉得我就是一个工具。一个非常生理反应就是我看到一个工作介绍他写的是完完全全跟我很 match 的时候，我是反感的，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是个工具对工具了，就是说明书对产品说明的一个关系。我就觉得我就是变成了工具。那这个工具其实挺危险的，如果发生了任何的系统性的改变，不需要这个工具了，你就是从100到0。其实我觉得你身上应该也是有一部分是你觉得是自己是工具性的，一部分是偏灵魂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一个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思考的点是，我们两个是两种不上班的状态和决策。就是你是做气做到一个完美的气之后不想做气了，然后我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都是所谓的这个道和气一直在 balance 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两个其实是两种类型的人。那可能大家可以去想象自己身体里所谓道的那个部分，你要用一种什么方式去追求这个道，或者你要不要追求。对，没准对，因为有些人我们其实并不是说气就不好，对，有些人他真的成为一个完美的气，并且他很 enjoy， 这也是一种精益求精。对，他也能为社会做很多的贡献，周围朋友家人也很开心，那没有什么不好的。对，就是你去想想你是不是有道的这一部分想追求，你要追求的这个路径是不上班了以后才能追求还是怎么样？对。然后你在做不上班的决定之前，你是要像他一样先积攒了一定的东西，还是像我一样是确保你后面可以50工作50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是。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坐在这里说还是有一个，就我不想让大家觉得我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相信是很大部分的人他之所以上班，难道是我不想不上班吗？我是不得不上班，我有很多的现实的考虑，我有经济压力。我们不是在说就是你就是应该抛掉所有的现实的考虑，就是应该去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要不我们再落回一些具体的东西上。我很好奇，你是有一个过程一步步的去决定了你不上班的决策的，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明确的指标呢？最明确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不再羡慕任何人，就是说我不会羡慕我的老板，我不羡慕我们 CEO，我也不羡慕这个行业里面的任何位置的任何人，我也不羡慕其他所有的行业里面的位置的人，我没有这个向往了，我不再渴望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role，就是在职场里面，我没有这个动力和目标了。OK。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我回顾我的过去的所有的工作履历跟生涯的时候，我是很满意的。我遇到过神仙公司、神仙老板、神仙同事，我的大部分时候我的工作我都是非常开心的。反过来说，如果我过去的我遇到很不好的老板、很不好的公司，那么我就会有一个想法是不是我换一个好老板，我换一个好公司，我会继续想工作。我现在不想上班，只是因为我没有遇到一个好的班儿。但我的情况是完全相反，反常识的。我遇到的都是很好的公司、很好的老板、很好的同事、很好的团队，甚至是很好的福利、很好的待遇。基于此，我仍然觉得到了一个我没有羡慕任何人的状态的情况下，那么对我来说就不是另外去找一份工作、换一个公司、换一个行业的问题，而是我需要去看上班这件事情是不是适合我了。OK， 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让大家也去代入一下。你现在如果每天，当然我们工作都不是很开心，大部分人，但你到底让你不开心的那个元素是什么？拆解出来，如果能改变一个元素就让自己开心，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维持在这个路径里，只是去做微调。但如果不是某一个具体元素的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像我一样去更宏观的去看一下自己的人生是不是需要转入支线了。所以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虚的事情，其实是一个很理性的判断。对，其实我和你都不是头脑发热的人，我们的性格不是那种今天有一个激情明天有一个激情的人，我们都是相对理性的。虽然这个决定看上去是突然做出的，但是它之前铺垫的很多思考已经都在这儿了，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那我们能不能试图总结一下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哪些点是可以给到大家参考？我觉得你的那个例子还蛮值得大家参考的，就是说当你做了
决定要转入支线之后，你有哪一些的可能是会动摇你的？如果你动摇你的因素，如果你觉得这些因素都还不能劝退你，你可以更坚定的去走入支线，而且你可以更有心理准备的去走入支线。第二个，如果你现在还是一个上班的人，而且你在上班过程中觉得有各种的不开心，那么我的建议就是你去拆解一下这个不开心，看一下具体不开心的元素有哪些，其中能改变的有哪些。我以前跟朋友，比如说我要辞职，我不想上这个班的朋友聊天，我永远是给他一个建议，我希望你辞职的时候是因为你找到了更想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因为你要逃离此刻。因为你逃离此刻的时候，你会很盲目的跳到下一个你不知道是不是适合你的机会，火坑。对，但如果你是因为我找到了更想做的事情而离开现在的状态的话，你会更有动力和更开心的走下去吧。但我相信肯定也有人他找不到，但是他又知道我现在不离开我这个环境我就不行了，我就废了，那种情况能不能就先走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情绪化的东西，你还是没有去像我刚才说的去拆解到底为什么你不开心。我今天太不开心了，我不走我就会怎么样，我觉得还是一个偏情绪性的东西，把这个要抛开一点，因为你做决定还是要对自己负责，不能让情绪做决定。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我找不到更好的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情绪性的东西，你还没有去找，这个世界其实比你想的大很多，你也比你自己想的优秀很多，这两个都是非常情绪性的表达。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要 take action 做决定，或者是要去真的规划和做一些行动的话，可能稍微要把情绪搁置一下。顺着这个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的案例来说，当我离开职场之后，现实就是我是跳不回那种特别好的公司去的。以你在职场上这么长时间，你有没有观察到有些人他还是可以，比如说我今天真的我必须要喘口气了，我可以喘个有限度嘛，比如说2个月3个月我再回职场，这种是可行的？我觉得完全是可行的，但是还有一个我想稍微揪一下的，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所谓特别好的公司了，不用有给自己心理压力。可能我有一个潜在的失去，你没有这个潜在的失去。觉得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共同的一个点是这个时代现在的一个价值排序，让我们可以过这种转入支线的生活。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时代红利，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时代红利。如果你意识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多元化的机会，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给到大家的红利，我相信你可以得到的东西会更多。就看看吧，反正我们后面的分享，一方面我这边可以去聊一些自由职业者的 tips，因为我有可能从时间管理到你的收入，到你在社会上的一些社交也好，身份认同也好方面的 tips， 卡西这边大家就可以持续把它当做一个试验品看看它到底会不会啪啪打脸。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建议给到我们两个都是可以的，我们都会持续的去更新这个播客。好，那我们第一期就先到这里啦，谢谢收听转入支线，拜拜。